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残酷的现实，丛林法则。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世界的运行原理都遵循着一种被称为丛林法则的规则，其中核心概念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以及适者生存。就像自然界中的食物链，狮子吃羚羊，大鱼吃小鱼，小鱼又吃虾米一样，在人类社会中，强者对弱者的资源掠夺，如富人累积财富往往伴随着对贫困者的某种程度上的收割，这一切都是宇宙间万物生存竞争的写照，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有的天道。在这样的视角下，丛林法则表现为一种无情的竞争，真正的较量往往不在于肉体的搏斗，而在于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较量。这是一场无声的猎杀，针对的是思维的惰性、知识的匮乏、认知的局限，以及那些无法抵御人性原始欲望诱惑的灵魂。那些满足现状、整日沉浸于娱乐、刷视频、打游戏而不思进取的人，正是被猎杀的对象。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竞争在于思想层面的较量，思想是最佳的武器。当今社会中的佼佼者通常会不断地学习，汲取智慧和谋略，力求跻身更高层次的社会圈层。相反，那些无法克服自身惰性、受制于欲望和情绪的人，则容易处于劣势地位。丛林法则这一表述虽然常常与达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达尔文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术语。他在书中提到了自然选择的概念，即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物种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其基因传给下一代。相比之下，那些适应能力较差、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物种则更有可能被淘汰。这一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然而，丛林法则不仅仅描述了自然界中野兽间的生死搏斗，更是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竞争法则。在这个法则下，每个人、每个企业乃至每个国家都在为了生存和繁荣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丛林法则本质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虽然有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那也只是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个人或组织要生存下去，都会先顾及自身的利益，更有甚者或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尽量压缩竞争者的生存空间，以确保自身不会受到威胁。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上，狮子追逐羚羊的场景。羚羊为了生存，必须拼命奔跑，而狮子为了填饱肚子，则必须追上并捕获羚羊。狮子捉不到羚羊，就会挨饿，而羚羊被追上了，就要面对的是死亡。这种生死时速，正是丛林法则最直接的表现。自然界中，资源有限，生物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残酷的竞争，适者生存，弱者淘汰，这就是自然界的铁律。在人类社会，这种竞争同样激烈而残酷。在商业世界里，企业之间的竞争如同战场上的拼杀，市场份额、客户资源、技术创新等等，每一个领域都是必争之地。那些能够敏锐洞察市场趋势、快速响应变化的企业，就像丛林中的猛兽，能够迅速占据优势地位，
而那些反应迟钝、固步自封的企业，则只能像羚羊一样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商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丛林法则案例。曾几何时，实体店铺是购物的主要场所，人们习惯于在熙熙攘攘的商场中挑选心仪的商品。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商平台以其便捷、高效、丰富的优势迅速崛起，对实体店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些拥抱互联网、积极转型的实体店铺或许还能找到一线生机，而那些墨守成规、拒绝改变的店铺，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顾客被电商平台吸引走，最终走向没落。再来看汽车行业，电动汽车的兴起同样是对传统燃油车的一次重大挑战。特斯拉等电动汽车企业凭借其先进的技术、环保的理念和出色的用户体验，迅速赢得了市场的青睐。相比之下，传统燃油车制造商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需要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以应对电动汽车的冲击。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成功转型。那些缺乏创新能力、无法跟上市场步伐的企业，最终只能被市场淘汰出局。职场同样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丛林，在这里，每个人都在为了更高的职位、更好的待遇而努力拼搏。那些具备优秀能力、勤奋努力、善于沟通的员工往往能够脱颖而出，而那些能力平平、态度消极的员工则往往只能徘徊在底层。职场中的每一次晋升、每一次加薪都是对员工能力和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员工之间竞争结果的体现。尽管丛林法则有一定的局限性，丛林法则忽略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也关注他人的利益，并由此产生了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这些规范和法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丛林法则的适用性，但丛林法则仍然是最基本的生存本质。那么，面对丛林法则的残酷现实，我们该如何生存并发展呢？首先，我们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只有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和技术革新，才能及时抓住机遇并规避风险。其次，我们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保持竞争力。最后，我们要勇于面对挑战和困难，在逆境中，我们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总之，丛林法则虽然残酷，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让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去适应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未来我会制作更多视频。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